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那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聊聊伊朗。大家知道，伊朗从去年底爆发了人民反政府抗争运动，全国各省都出现了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经济与民生困难，要求伊朗当局下台。但是，伊朗当局也切断了全国的网络和通讯，并且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镇压，造成严重伤亡。但是因为油管上有审查，我们就不方便给大家看这些画面了。那川普呢也随即宣布，他正在考虑军事介入的选项，因为伊朗人民渴望自由。他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了。不过呢，1月11号，川普突然透露伊朗主动打电话给川普，愿意针对核协议来做谈判交易，也就是伊朗可能愿意放弃发展核武，来换取美方不要介入伊朗。而伊朗方面也表示了，他们已经准备跟美方谈判，但是也同时做好了战争准备，也就是如果美方发动攻击的话，那伊朗也将攻击中东的美军基地来作为报复。那就在同一天，《华尔街日报》就披露说，川普跟内阁准备在13号开会，听取伊朗局势的应对方案。预计呢会有3种方案：第一，对伊朗高层实施更多的经济制裁；第二，对伊朗政府发动网络战，瘫痪军事设施；第三，发动军事打击。那到了11号下午呢，白宫突然发出了一张川普的照片，上面写着“天佑美军，天佑美国”，震惊了媒体。再加上五角大楼的披萨指数上升了，也就是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生意呢比平常要热络，所以外界一度研判川普准备用兵了。但是到了12号上午呢，白宫发言人又说了，川普会怎么做选择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大家就等着他决定吧。那12号下午，川普终于出招了。他在网络上宣布，即刻起，任何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在与美国贸易的时候，都必须多交25%的关税，任何产业的贸易都一样。那这一招确实很大胆，很有新意川普在跟伊朗谈判的同时，先祭出非军事的关税贸易战，让全世界不敢跟伊朗做生意，全面孤立伊朗的经济与金融。那这一招呢，或许不能够立即的 KO 伊朗政权，但是这是一种慢性放血的缓 KO， 让你一边觉得痛，觉得虚弱，那不得不考虑接受美方的谈判条件。那这确实是一剂用和平来化解暴力的妙招，虽然也可能会给美国内外带来压力，不过光是这一招就能够让伊朗成功变天吗？那川普手上还有哪些选项呢？那这次的伊朗反政府革命又会怎么收场呢？中共又会怎么做呢？我们马上来分析。不过呢，先请您帮我个忙，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记得要选择所有通知，这样就能够收到我们未来的节目通知了。直到我们发稿为止呢，川普除了祭出关税壁垒来孤立伊朗之外还没有明确的说他会用什么军事行动来应对伊朗，但是他已经表明了不会出动地面部队。那么他还有哪些选项可以动用呢？我们来推测一下。第一个选项，斩首哈梅内伊，制造政权更迭。那这个选项相信是最多人期盼的，因为美军才刚刚成功的活捉马杜罗，所以大家也都相信美军能够做到斩首哈梅内伊。但是这个选项其实难度最高，因为呢，看到马杜罗的案例，所有的流氓国家的领袖肯定都做了严密防范，都搬了新窝。那美方的情报掌握呢，肯定也就需要时间来更新。而且去年11月，伊朗才指控有外国势力试图暗杀哈梅内伊，但是没有成功，所以哈梅内伊肯定会在安保上做出方方面面的最严格防范。那这个时候呢，就不是斩首的好时机了。再来，美方是用贩毒罪犯的名义来逮捕马杜罗归案，交给司法处理，不牵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问题。而哈梅内伊呢，虽然是坏蛋，但是呢，他并不是美国司法部的通缉犯，所以美方就比较师出无名。那如果出兵的话，就不是单纯的逮捕通缉犯的问题了，而是会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那这一点呢，川普肯定是会谨慎考虑的。另外即便真的斩首了哈梅内伊，可是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谁来接替政权呢？
那这次的反政府抗争，伊朗人民是属于自发性的集体反抗政府暴政，所以内部并没有一个核心领袖，除非伊朗政府或者军方内部已经有某些实力派的领导愿意跟美方合作，实现伊朗的自由化，或者是说美方决定把流亡海外46年的王储巴勒维送回伊朗来掌权。否则，即便美军拿下了哈梅内伊，那后面接替政权的可能还会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头们，因为枪杆子出政权嘛。而且呢，巴勒维即便回到了伊朗，他在当地并没有自己的军队或人马，除非美军驻军伊朗，协助巴勒维重振朝纲，否则呢，巴勒维自己的地位也很难稳定。所以说，斩首这个选项听起来是利落有力，大快人心。但是实际应用在伊朗这里呢，会变成一个高复杂、高风险的军事与政治工程。第二个选项，轰炸重要军事设施，施压伊朗当局。这个选项就等于是在发动一次类似去年午夜之锤的轰炸行动。去年美军轰炸了伊朗的3大核设施，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慑伊朗好一阵子。那现在如果川普再发动一次类似的大规模轰炸，确实是合理的选项也不需要动用地面部队，只是呢，这样的轰炸行动或许可以短时间之内挫伊朗当局的锐气，振奋人民反抗的士气。但是呢，能不能制止伊朗当局对人民的镇压屠杀还很难说。毕竟呢，对哈梅内伊和当权派来说一旦停止屠杀人民，那么他们就得等着被人民杀，这是生死的选择。第三个选项，轰炸伊斯兰革命卫队，重创军事力量。这个选项呢，等于是切断或者瘫痪伊朗当局的手脚。那这是个有震慑力的手段。比方说斩首几个革命卫队的军头，或许呢可以达到一定的吓阻效果。但是毕竟整个军队规模也有10几万人了，那再加上伊朗还有个叫巴斯基的民兵组织，所以要靠着轰炸军队来吓阻伊朗当局镇压人民是可行的，但是未必可持久。不过呢，如果美方能够策反伊斯兰革命卫队或者巴斯基的军头，让他们某些人主动带头抗命，支持人民，不再对当局效忠，这样呢，可能就会开展出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假设军方有人在内部抗命，把枪口导向政府，而美方再从外部提供精准轰炸或斩首的军事施压，那这样呢，就很可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改朝换代，同时结束这场残酷的血腥镇压。事实上伊朗军方内部已经人心思变了，甚至公开呼吁川普要尽快出兵来解救伊朗，让伊朗再次伟大。ما ارتشی‌ها و تمام مردم ایران منتظریم که ما رو نجات بدید و از شر این رژیم ظالم رها کنید تا بتونیم ایران رو از نو بسازیم و همونطوری که راجع به آمریکا میگی ما هم می‌خواهیم که بگیم to make Iran great again。第四个选项，美伊谈判无军事冲突落幕。白宫在12号强调川普不会害怕动用致命武力来对付伊朗，但是他还是希望外交优先，也就是先谈判再说。但是谈判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筹码。我们想想伊朗手上还有什么筹码呢？如果伊朗还想用所谓的限制核武协议来跟川普交易那几乎是把川普当小孩了。川普在还没参选之前，就经常在书里批评伊朗发展核武的野心，所以川普根本不吃这一套。那更何况在去年6月，美军的午夜之锤已经重创了伊朗的核设施，所以估计川普不会用核协议来跟伊朗交易，反而比较可能会继续的派兵来轰炸核设施。那伊朗还有什么筹码可以跟川普谈呢？我们还不知道。也许是最顶级的波斯红地毯，那长度呢可以从白宫一路铺到海湖庄园。不过我们可以从谈判双方分别想要什么成果来思考。首先呢，从伊朗当局的角度他们肯定希望保住政权、保住利益，还有保住性命。但是如果要保住这3者呢，就等于是要让伊朗继续执政、继续屠杀人民。那这一点呢，是川普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他们肯定得从这3者当中做取舍，才能够谈得下去。再来，从美方的角度呢，川普希望伊朗人民不要再被杀害，希望对暴政的伊斯兰政权说 "You are fired"。但是川普的个性又不会想对敌人来赶尽杀绝，
所以呢，我估计美方会开出的条件呢，应该是要求哈梅内伊的伊斯兰政权离开伊朗，可以带着人、带着钱离开，也就是呢，让他们保性命、保利益，但是别想再回头来干涉未来的伊朗新政府，否则美方呢就会不客气的精准斩首。那这样的选项如果能够谈成的话，那绝对会是一个历史性的交易，用最低伤亡的方式让伊朗来变天，同时呢，也让哈梅内伊跟伊朗人民各安其所。不过，伊朗当局也不会这样轻易就范的，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大概率会是美方发动军事行动，再次震慑伊朗与国际，再搭配关税贸易战，从军事、经济、金融多点打击。那接着，伊朗被迫妥协，最后达成了协议。那伊斯兰神学政权会退出历史，伊朗迎来真正的自由与希望。那或许有人会说，伊朗不是已经警告了吗？如果美国发动攻击，那伊朗就会发动战争来报复吗？对，没错。所以我们看到，美军在1月10号空袭了叙利亚，打击了36个伊斯兰国 ISIS 的据点和武器库。那这个行动呢，其实就是在向任何想攻击美军的敌人发出警告：你如果敢打美军，那美军呢必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不信等着瞧。所以说呢，伊朗虽然跟中共一样是嘴巴硬，但实际上拳头有没有那么硬呢？我们很快就会见分晓了。大家知道，伊朗是中共的亲密小兄弟，也是中共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那现在川普跟伊朗对杠起来，那中共的态度是怎么样呢？中共外交部在12号的记者会上说希望伊朗政府和人民能够克服当前困难，保持国家稳定，还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言外之意呢，就是中共支持伊朗政权对人民的暴力镇压，要维稳，同时呢，也反对美国介入伊朗。那总结就是中共不希望伊朗人民获得自由生活，要跟中国人民一样，对不对？特别是马杜罗被捕之后呢，让全球反对集权暴政的人民感到振奋。那如果伊朗又被推翻了，恢复自由了，那么中共肯定就如坐火山，天天担心民变爆发了。所以伊朗可以说是中共政权维稳的一道国际防火线。那我估计中共可能会在背后使力来帮伊朗，但实际上中共现在能做的真的不太多。为什么呢？首先呢，对中共来说，最重要的是美方贸易战和科技战的制裁压力。习近平准备在4月接待川普访华，那如果在这之前，北京跟美方为了伊朗公开闹翻了，那川普不去了，那习怎么办呢？中共的经济怎么办呢？那习近平就得为中国经济崩盘来背锅扛责任。那如果得罪川普，川普下令给台湾更多的军售，或者在日本、菲律宾、韩国部署更多的导弹跟兵力，那习的武统台湾、建功连任的计划又怎么办呢？还有，其实马杜罗被逮捕这件事已经带给习近平许多麻烦跟噩梦让他是焦头烂额、疑神疑鬼，很难有太多心思再去保伊朗了。哪些噩梦呢？第一，马杜罗被斩首式的逮捕，马上让所有的独裁者都担心自己的住所安全问题，马上怀疑自己的住所可能已经被美方掌握了一切，包括内部格局、起居、作息时间等等。所以估计习最近应该是天天都换住所，不只防美方，也防内鬼泄露情报。第二，习近平肯定担心自己身边的贴身护卫到底可不可信，有没有实力保护他呢？因为马杜罗就是因为不信任自己人，所以才找了一批古巴人来当他的保镖，但是没想到完全敌不过美方的特种部队攻击，所以习肯定会担心这批大内高手到底可不可靠呢？第三，这次马杜罗被逮是跟内部有人泄露行踪，也就是有反马派在跟美国偷偷合作，希望借刀杀人。那中共内部的反习派就更多了，对不对？10几年的反腐斗争，仇家满街跑，特别是军方，所以习最近势必会减少公开露面，避免被党内或者军内的内鬼出卖。第四，这次美军行动完全压制了委内瑞拉的军事设施，而委国的许多装备都是中共提供的所谓先进武装，那没想到完全失灵，那这肯定会让习担心了。他们一吹再吹的强大军力，到底是不是纸老虎呢？那军队长期贪腐，是不是搞垮了中共军力呢？那何卫东说的虚假作战能力，是不是真的呢？
第5个噩梦是，一旦战争真的开打，那中共军队的实战能力到底行不行呢？能不能扛得住美军呢？马杜罗被抓之后，一名护卫受访时透露说美军不但装备精良，枪法精准神速，而且还使用了一种类似神秘的声波武器，让护卫们头痛欲裂、鼻血直流，完全无力反击。那美军战力是多年实战打出来的，而中共军力是宣传吹出来的，到底能不能够跟美方继续硬碰硬呢？第6，这次美军大获全胜，未失一兵一卒，这会不会让中共军方畏战惧战？会不会促使更多的军人为了自保，主动的向美方来输诚，或者是倒戈呢？第7个噩梦在目前反习派林立的情况之下，一旦习近平下令出兵台海，很可能会立即有军队向中南海来进军，趁乱发动兵变夺权。但是习又没办法在短时间之内一一摸底，没办法短时间之内找到足够的有能力的忠诚者来接替。所以呢，光是这7大噩梦就足以让习焦虑抑郁好一阵子了。而在这段时间之内，中共不但不能够跟美方发生激烈冲突，甚至连伊朗和古巴这些流氓小弟都很难去照顾保护了。所以接下来全球会有更多的亲共国家渐渐的随风倒向美国去。那中共呢，不但很难保住伊朗，还会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失利了。好，那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